风快要抽筋了，所以状况其实没有很好。柏林马拉松是世界7大马拉松之一，因其赛道笔直平坦，以快速和容易创纪录而闻名。每年9月底举办，吸引超过5万名跑者来到柏林，一起穿越历史、市区与终点的布兰登堡门。而我身为一个全然的马拉松小白，在去年看到了朋友参加第50届柏林马拉松的动态后，燃起了浓厚的兴趣。所以即使当时我几乎没有跑过5公里以上，仍然义无反顾地报名。因为世界7大马的中签率极低，柏林可以算是最容易中签的赛事了。加上报名费200欧元也算是最便宜的，对于住在德国汉堡的我来说也非常近。所以我真的是在毫无马拉松基础的情况下，就果断报名了2025年的柏林马拉松。后来也幸运中签，从此便订立了为期整整1年的训练计划，其中包含了今年1月回到家乡高雄的人生初半马，并且也顺利完赛。接着是今年夏天回到汉堡特训，并于6月再次完成了半马，并且成功取得破2的成绩。这期间也经历了许多伤痛，被迫休息，甚至回台湾接受治疗等。而现在，我终于要来挑战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挑战的艰巨目标——人生初马。我是住在德国汉堡的 Victor， 平常喜欢记录在欧洲的生活跟旅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OK， 我现在人已经来到了柏林马拉松展场馆的展场外面了。那今天是柏林马的前一天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准备来拿我们的跑者的物资啊、布之类的，顺便逛一下展览馆里面。Hello， 嗨，我们的跑友1号出现了，可以了 ，OK 了，准备了 ，OK， 好，一起来领物资。比赛前要先来柏林马拉松的博览会报到，这里可以领号码布、晶片，也能逛各家运动品牌摊位，整个气氛非常热闹。Okay, so here. Okay, I need your passport. Passport, yes. Okay, your start number Yes. and your bag for tomorrow. 寄放物品的话，一定要购买他们的袋子才能够寄放，所以没有买袋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寄放物品。然后这就是我的号码牌。现场真的有超多运动用品的摊位，像是鞋子、能量胶、周边商品，什么都有，真的很值得多留一点时间逛逛。不过要记得赛前还是别逛太久，免得腿还没上场就先逛酸了。此外，还有一个超级大的参赛者名单墙，光是要在人海中找到自己的名字，就要花上半天。OK， 我们已经领完物资走出来了，绕了一圈，然后我们已经每个人拿到我们的物品，还有一些战利品，还有这个板板，对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补充能量了，好饿哦。OK， 现在已经来到马拉松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在准备所有的物品，然后这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我跑了一个马拉松，身上的东西真的非常多。像补给品就带了是大概7个能量胶加力竭冻，然后还有一些摄影装备跟水袋，希望一切顺利。OK，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正式马拉松的那一天，我现在正在赶去会场的路上，有点比预期的晚，但还来得及。我的出发梯次是倒数第2个，第 J 区的梯次。那我朋友都是 K， 所以我们的出发时间都是10点40，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全马经验的人，所以就会被安排在比较后面的区域。好，现在进来园区了，我要去找我朋友，然后那边都在排厕所，人非常多。但我要先去寄放物品，因为现在离开跑剩这20分钟了，所以。当天气温比往年典型马拉松的条件高出不少，官方曾提醒，跑步最佳气温为7到12度，但当天预报最高可达23度，而实际记录显示赛道上午后气温曾接近27度。这样的高温意味着原本为速度设计的平坦赛道，不再只是追求成绩，更成为一场对体能与策略的真正考验。
OK， 现在这梯次已经开始了，那还要再慢慢走一段路才会真的到真正起跑点，因为人真的超级多。OK， 已经快要到门口，要准备开始了。加油，加油！身体状况 OK。要小心，一开始不能不小心被群众的速度给带走。由于在赛前因伤势影响，训练无法完整执行，我最长只跑到25公里，再加上担心膝伤随时会复发，这次我没有设定成绩目标，只希望能顺利完成全程。把完赛当成唯一的目标，配速则保守设定在每公里7分20左右。5公里了，目前速度7分10秒的速度，跑了36分钟。身体状况完全正常啊，其实已经比表定的快一点了，所以我可能会再继续慢慢按下来一点，往后面走一点。虽然我身上配有1公升的水袋，但是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跑马拉松是绝对不够的，所以每一次的补水站都非常重要。水是凉的，很舒服。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加油加油，还好吗？好，完全 OK， 好，拜拜。好。South Africa! 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热了。接下来路感觉都没有什么树荫，太妙了。第一次补给，现在配速来到7分10秒以下，因为有点太快了，所以要注意，不能太兴奋。由于真的很担心膝伤复发，除了配速不高，我也决定在8公里后使用跑走策略。也就是每跑1公里就走40秒左右。
OK， 我要来进行今天第一次的跑走，因为虽然膝盖目前没问题，但我不敢大意，所以就先走个40秒。然后是 Coco， 跑完就可以去吃了，就可以去买一杯真奶来喝了。9公里了。1公里我都会，跑完1公里就走个40秒到1分钟，让自己的膝盖休息一下。那这里是 Alexander Plus， 需要去领个水。酱油问题。9公里了。当天真的非常热，补给站的水除了拿来喝，也必须拿来淋身体降温。但或许也是因为我没有设定太高的目标，只想要轻松跑，所以炎热的天气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的麻烦。跑到一半了，目前身体状况一切 OK， 希望可以继续撑下去。现在时间将近2小时38分钟，剩一半了，加油！目前已经正式跑超过25公里了，来到我人生最长的距离，身体状况都还 OK， 所以继续加油，剩下不到一半了，没有问题的。26公里了，加油！剩16公里，可以的。腿真的很酸，再继续。27公里了，刚腿内侧差点抽筋，紧急做个拉筋，现在好一点。已经不得不拿出秘密武器，就是听音乐啦，激励自己。加油！现在来到28公里了，双脚内侧、大腿内侧都非常的紧绷，快要抽筋了，所以状况其实没有很好，因为还有14公里要跑，希望撑得住。跑到28公里时，我的身体终于遇上极大的挑战，双腿内侧随时都可能抽筋。我不断走走停停，拉筋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吃下去。可以感觉到身体真的已经到了极限，随时可能炸裂，就地退赛。对，基本上大概每500公尺就快要抽筋，都要来路边伸展一下，不然真的很怕随时会来一个大抽筋。
但有时候会找到一些跑姿完全不会痛，所以应该还可以撑下去。好，最后12公里，非常需要电解质。但就在过了30公里之后，双腿的疼痛突然就消失了。我因此重新找回节奏，也重新相信自己能够跑到终点。回头来看，很可能就是这些香蕉的补给救了我。就剩简单的8公里了。最后7公里，要可以的。脚超痛，快加油！再3公里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膝盖很痛，有重要吗？哦，那个大腿内侧都快抽筋了。不是快抽筋了吗？你跑超快，好。3公里了，周也要把它走完，加油！倒数3公里，Go！最后2公里，真的超难跑起来的。一直是很冷，这个时候已经不想再冲水了，有点很虚的感觉。不可思议，已经到了第41公里了，就剩最后1里路了，大家。You shine, you got this. 看到布兰登堡门了。跑在菩提树下大街，看着远方的布兰登堡门一点一点变大，内心的激动也跟着越来越强烈。场边的欢呼声此起彼落。甚至还能听见朋友的加油声。那一刻，我脑中闪过过去这1年的努力，从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，从5公里开始，一步一步往前跑，从第1次半马到半马破2。经历了无数次的伤痛，膝盖、背部的痛，但也一次次学会面对挫折。立下这个目标后，几乎改变了我整个生活。我的每一天都围绕着训练展开，放弃许多聚会，拒绝网球的邀约，只为了能让自己再往前多跑一点。每天下班后，最期待的事就是穿上跑鞋出门，看着自己离目标越来越接近，也越来越相信自己。即使在场上双腿快要抽筋，我仍告诉自己，我可以。
而现在，当终点就在眼前，我终于要完成我这辈子最艰困也最骄傲的挑战。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马拉松。到了，完成了。完成人生出马了，成功了！大家，我完成人生出马了！现在超级无敌累，全身都快爆了。慢慢走去拿东西，然后好好恢复一下。希望我的队友一切顺利，都可以完成。来到最重要的环节了。Thank you。很开心，也要恭喜我的队友们，大家都顺利完成了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。感谢一路以来给我建议、支持我、帮我加油的朋友们，没有你们，我可能撑不到今天。我相信这不会是我的最后一场马拉松，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挑战值得我去追寻。也真心推荐所有正在看这次影片的你，也试着去跑跑看，或许你会在路上更加认识自己。我是 Victor， 这里是喝剩日志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！马拉松喝剩。恭喜学姐成功了！太厉害了！你 OK 吗？被打码了。不用打码了哈，你也是 finisher，确实啊。